疫苗呢，我们打的时候要当一个聪明施打者嘛。比如像我们新冠呢，因为来得快嘛，无论是 AZ 腺病毒的疫苗，或者是 mRNA 的疫苗 BNT 或者是莫德纳，目前打起来了，的确出了很多问题啊。甚至 AZ 现在全世界都下架了，因为它会引发人体的免疫反应，莫名其妙你就血栓了，你就中风了，哇，突然就脑死了。那 RNA 疫苗呢，也是后来发现它打了之后呢，会攻击心脏，所以很多人会心肌炎啊，心脏不舒服啊。其实呢，之前都有研究发现，打疫苗还是会得，疫苗没有办法让你不得。现在病毒也弱化了，建议就是你戴好口罩，保持社交距离，比你打疫苗都更有用。那老人家如果怕得了，真的会有一些变重症的，老人家刚好在 RNA 疫苗打的副作用也比较少，那就可以打。像苏医师这样40岁，免疫力正常，都不打没关系啊。我得了就像感冒一样。欢迎收看《健康大前线》，我是钱子。你打疫苗了没？打疫苗到底好还是不好？前一阵子呢，听说有一些人因为在 COVID 期间打了疫苗，现在有一些后遗症，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今天我们为您请到的是台北市联合医院阳明院区的胸腔内科医师苏一峰。是，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医师，虽然这是一个老问题，可是讨论到现在，其实没有一定的定论。到底我们在 COVID 期间打的那些疫苗，不管是 AZ 啊、莫德纳啊这一些疫苗，有一些女生会说，我突然月经没了，或者是各种的身体状况混乱。有一些男性或者一些老人家一直到现在2年后、3年后，好像身体的某一些机制被改变了。可是如果说我们去问医师，医师又说，哎呀，你自己就多想太多了。所以疫苗到底对我们的这个影响到底是什么？您在临床上有看见过吗？其实我要讲啦，疫苗当然是人类很重要一个发明，但是呢，疫苗呢，我们打的时候要当一个聪明施打者啦。我都一直觉得，所以我们常会遇到患者问医师说，我该不该打疫苗？那我都会跟患者说，其实我们要从好几个面向来评估你到底该不该打这个疫苗。第一个面向就是这个疫苗到底出来多久了，它的安全性有没有受到足够的追踪。像我们知道嘛，我们有很多疫苗啊，比如像麻疹啊、小儿麻痹啊，这疫苗都已经打几十年了、上百年了，那这种其实就很安全，你都已经知道它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或什么副作用，都很少见的，它已经被几亿、几十亿、几百亿人都打过了。那当然它有什么少见的、罕见的副作用，我们都知道了，几乎也都可以处理了。这种牌子越老的疫苗呢，其实打起来是越安全，越安全，所以牌子很重要。有些疫苗呢，如果牌子很久了，那当然最安全。那如果是最新的技术呢，就要停看停了。比如像我们新冠呢，因为来得快嘛，当时呢就出来很多新的技术疫苗，包含我们 AZ 这个腺病毒的疫苗，或者是 mRNA 的疫苗，无论是 BNT 或者是莫德纳。那这疫苗呢，目前打起来了，的确出了很多问题啊，甚至 AZ 现在都全世界都下架了，大家也都不打，没有人在用了。对，因为腺病毒的技术呢，发现呢，它会引发人体的免疫反应去攻击血小板，造成血小板抗体，莫名其妙你就血栓了。你就中风了，哇，突然就脑死了，然后很多人血栓就突然死亡了。那时候 AZ 打起来，发现哇，国外平均打100万剂就会有280人280剂会出现严重的血栓。那这种严重的血栓里面，几乎一半的人会死掉，那很恐怖哎。那当然我们想说，哇，打疫苗每100万人会有280，等于打1万人可能就2个人中，然后2个人里面可能就1个会死掉。那这样子的疫苗来讲就太危险了。那这种新技术的疫苗呢，当时呢做一些人体研究，可能都是做1万例而已，或者几千例，根本看不到这种发生比例低的副作用。等到打多了就会发现，所以有时候刚出来的技术要停看停。是。那 RNA 疫苗呢，也是后来发现它打了之后呢会攻击心脏啊，心脏会有抗体啊，所以很多人会心肌炎啊，心脏不舒服啊，但是相对比较不会死掉。然后就会心脏不舒服。我有很多病人打了这个 RNA 疫苗，到现在2、3年了。还是一直心跳会很快，那这种最后要回归的是我们的社会有没有给这些人好好的补偿？那苏医师前一阵子有提到，我们台湾在这疫苗不良反应叫做要害的补偿，因为打这个是为了配合公卫嘛，因为有很多人在一开始新冠那时候是不想打，对，因为台湾那时候没疫苗，好不容易才买到一些 AZ， 那或者是说日本好朋友捐 AZ 给我们。绝对不是丢掉不是丢掉，但日本那时候是不打 AZ 的，他们叫了 AZ， 但是他不打 AZ，最后就送台湾，好啊，台日友好，好，但是呢，这 AZ 该不该打？不打不行啊，公司规定不打，你不能来上班。所以那时候一直宣导要大家打。我们医院也是啊，你当医疗人员不打不能上班。你那时候有打 AZ 吗？必须要，不然不能上班，因为胸腔科嘛，我每天接触，所以当时有很多人就配合国家政策就打了。是。那现在呢，其实苏医师有好几个病人，就是打了 AZ 之后，后来中风、瘫痪。那甚至有患者呢，他是住在台北医学中心，在医学中心的神经内科还有重症医师的一些检查下，抽血呢验了都发现这个抗血小板的抗体，诊断是 AZ 所导致的血栓，最后死掉了。
这很明确啊，这要赔偿吧？而且还投稿到国际期刊，台湾产生的 AZ 疫苗的血栓被刊登了。卫福部不认，都已经刊登了，在国际期刊了。40几岁突然就死掉，不认。然后呢，跟卫福部说，这个10几个医师背书都刊登在国际期刊，而且是著名的军方医学中心的，就他说投稿期刊是期刊的事情，这个他不认。他不认是因为不愿意赔，还是担心名誉扫地？都不知道啊。那医师都是神经科的专业，还有这些自体免疫的专业，他们都认了，都投稿期刊了，给全世界公认了，就台湾不认。然后这样的案例还不止一个，好几个。那我就觉得有点难过了，因为我们知道 AZ 打了出这么问题，结果台湾呢到现在呢说只有26例出问题。你相信吗？台湾打了几千万支 AZ， 国外呢，照台湾这样算呢，大概要有4、5千例的血栓出现了。台湾到现在是认26例，跟国外差100倍。我记得那时候有很多老人家，就是年纪非常大的，打完 AZ 之后离开了，就政府都说他自己有病，自然死亡，他们都是这样讲。他自己有慢性病。可是我一些病人是40、50岁打了就中风过世的，或有些病人打完脑袋长奇怪的脑瘤，就脑瘤去切片，里面发现都是免疫细胞，没有癌细胞。然后有些病人是手烂掉，去切片都是免疫细胞。我讲的这些案例，国家全部都不认，所以台湾的疫苗不良反应全世界最低，只有1-2% 这么低。疾管署前一阵子来解释说，东方人比较不会血栓啊，不会，顶多差3倍好不好？5倍好不好？差100倍合理嘛？所以苏医师讲，疫苗一定要打旧的品牌，打一些新品牌呢，它可能这个技术根本不成熟，你根本不知道这技术会不会在2年后下架。像腺病毒疫苗现在已经完全下架不做了。那 RNA 疫苗最近争议也很大，美国政府现在开始有点说 RNA 疫苗以后的研究他们不补助了，因为他认为打了民众容易出问题，有很多疾病可能打了会出现，最后还是做传统的疫苗最安全。所以民众若打的你一般是传统的疫苗，像这种肺炎链球菌啊、流感疫苗已经出来10几、20年、30年的，相对都安全，比较不会有无法预知的一些不良反应。是，刚才苏医师有特别提到 AZ 哦，不过更多的人可能后来都是打莫德纳，像 RNA 的疫苗。对哦，那我自己也打了2剂莫德纳，而且我记得那个时候有很多青少年就是打这个莫德纳。那你自己在临床上有看到吗？青少年有很多病人打完会胸闷、胸痛，然后会心悸啊。这种国外其实有研究，这个免疫抗体呢攻击心脏，会造成一个心脏的不稳定，比如像会容易心跳过速啊，会容易喘啊，有一个叫做不适当的心搏过速，意思是说我们正常人坐着站起来不会怎样，但是这些人坐着站起来可能就心脏咚咚咚开始乱跳，然后很喘。对，然后他只要一动就咚咚咚开始乱跳，就开始觉得胸闷，就觉得喘。那这种其实有很多是疫苗引起的，结果去检查都检查不出来。那这样怎么办？那国外的是开放态度啦，如果你有这样就详细检查，就认定你是疫苗副作用。但台湾呢就说你不是，因为检查说正常，那其实是检查工具没有到位，因为这种问题检查工具检查不出来。那它的反应是会心跳变快，心跳过速，然后就会有点喘，没有到 AZ 那种突然就死掉那么可怕，但是病人体力会下降。这种病人我都会给他一些药物治疗，目前药物治疗的效果是还可以，大概7、8成的人都有效。那我们现在疫苗大概是这样，就我刚才讲，第一个要看品牌多久，第二个呢要看的是你打它的好处和坏处是什么。坏处就是我讲的，万一有什么副作用，比如像你打 AZ 这种突然死掉，这很可怕。那打 mRNA 疫苗呢，目前发现你越年轻打了，越容易产生这些心脏的不良反应。那老人家呢，反而比较不容易。另外一个地方是老人家也容易因为感染重症，所以老人家打 RNA 疫苗了好处较多。所以呢，我们会鼓励老一点，65岁、70岁以上老人家去打这疫苗。那现在门诊呢，如果是40、50岁的人来问苏医师说，我现在要不要打疫苗？苏医师他们都跟他说，不用，不用啦，因为呢，现在病毒也弱化了。你中了一个病毒呢，比如像以前的那种很强的病毒呢，小麻痹一中，哇，一辈子变成白咖啊，哇，那很严重的一个副作用。那这种一定要打。但是呢，新冠得完就像一个感冒。年轻人得了大概咳嗽或者是流鼻水、喉痛，而有的人咳嗽咳好几个月，就这样。那大部分99%都不会重症，所以这时候你打的好处就很低。所以我都会觉得说，哇，如果你是免疫力正常的年轻人、正常人，其实这一阵子不用打没关系啊。不过前一阵子因为 COVID 卷土重来，我们看到医院里蛮多人得新冠，那政府又有一波宣导说，请大家再去施打疫苗，所以就是你自己评估，就是说你如果年纪够轻，然后免疫力够强，就先不要打。对，其实我们传统方法也更有效。传统方法是什么？戴口罩，戴口罩，勤洗手。其实呢，之前都有研究发现，打疫苗还是会得，症状可能更轻微一点，但是被传染还是会得，所以疫苗没有办法让你不得。所以呢，我们疫苗应该目标是让得的症状变轻。那年轻中壮年期症状已经够轻了，
如果你为了不要得呢，其实我们现在建议就是你戴好口罩 OK 到人群中就戴好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勤洗手比你打疫苗都更有用。那老人家呢，如果怕得了，真的会有一些变重症的，那就可以打。那老人家刚好在 RNA 疫苗或者一些疫苗上副作用比较少。那当然，如果你打的是传统疫苗，就不用管那么多，你要早点打也没关系，因为这些疫苗呢，比如你打的是流感啊，或者是我们的肺炎链球菌啊，这种都相对安全，打了也没有太严重的一个副作用，也不会致死。那这种就可以放心打，就算你40-50岁想打，苏医师也都觉得同意，没关系。那如果是新一代的疫苗啊，大家就要再保守一点，可以停看一阵子再决定。所以苏医师讲得非常清楚了，现在的流感疫苗、肺球菌对可以打，疫苗都可以打，因为它是老牌的，它都算蛮安全的，已经上市非常久了，几十年了，几十年了，你该打就去打。那如果说是刚刚讲的新冠疫苗，可能就是停看停。先想我的好处，像苏医师这样40岁，免疫力正常，那不打没关系啊。对，我得了就像感冒一样嘛。苏医师，你现在打几剂了？其实我之前打3剂就停下来，我打 AAN 嘛，2剂 AZ， 然后再来就是莫德纳，然后我就停了。我后来都靠戴口罩啊，靠自己。那其实我也很少得到了，就算我在医疗第一线，只要戴好口罩也没有那么常得到。像我自己也是，我打2剂我就不打了。因为我就是担心您刚刚讲的那个副作用会大于它的好处，因为这个它好处通常都是在前几剂，就是让你身体马上认识这个病毒，一认识之后呢，你就不会重症。那后面呢，有需要一直加强认识吗？也不用啊，因为我们身体的免疫力也会忘记它，而且后来也发现打疫苗还有一些不好的反应。你一直打疫苗，就是一直叫身体免疫细胞一直去冲这个抗体，结果发现其他的抗体就不够了。就有多研究发现，如果你一直打新冠的疫苗呢，后来呢，身体就爆发这个疱疹病毒，因为你可能身体本来做别的抗体呢，没认真做了，忽视的地方呢，那边萎缩了。抵抗力就下降，像你国家就说，我现在就是要做新冠，那其他的疱疹或什么的病毒的抗体，可能在身体里面就被忽视，就减少，反而发现打了新冠疫苗之后，还容易得其他疾病。所以我觉得有打过就好，让身体认识它，我们不要完全不认识，但是我们没有必要把所有身体的能量都压在它上面。是，所以这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不过因为对一般民众来讲就是感冒、新冠或者是肺炎，轻微的肺炎，其实分不太出来。都只是上呼吸道或者是咳嗽有这个浓痰之类的，可是有时候很容易去忽视它。譬如说大 S 在日本去世那时候就是这样，好像只是感冒，然后他觉得有点不舒服，他还是搭飞机到了日本，可是后来就病情急转直下，我们看到就发生悲剧了。所以是不是也应该要在这个地方先稍微注意一下？大 S 那时候应该可以打完再出门了，因为他第一个他体弱多病嘛，他自己也知道，家人也都知道。那第二个呢，日本那时候其实疫情是很严重的地方，那时候日本流感很严重，所以你要去那边呢，就一定要有被传染的心理准备。旅游是特别累的一个行为免疫力也会再下降再加上旅游到日本看病不方便在台湾呢，一有状况，像大 S 这种知名人物，绝对是请全力治疗啦。流感在台湾要过世很难，因为我们还可以插管甚至最后可以用叶克膜都不会过世。那在日本就没办法。那再加上人生地不熟，可能看一看就觉得自己可以回家，就回去硬撑了。就最后呢，听说啦，送医前就急救了。那这时候呢，就很难救回来，因为你送医前如果就呼吸心跳停止了，那这时候就算急救的再好了，如果你之前缺氧时间太久，都会救不回来。所以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运气不好了。对，那加上可能他个性可能比较客气，不喜欢麻烦别人。其实台湾也常看到。很多人都很客气生病都跟家人说没有关系不用管我，你们好好玩或什么可能一下子就撑不过去了。那所以对，有时候个性太客气，所以有时候想说自己忍一下就过去了，对，忍一下，一种忍耐的性格的。其实医学上也是我们很多病人都那种癌症很大颗才来，发现都已经末期了，一问都是特别会忍耐的个性。已经喘好几个月啦，已经不舒服啦，但是就是一直忍，最后来看。那在台湾其实我们就医很方便我们还是希望民众有问题早点来就医，不是滥用医疗资源是有时候拖久了更难治疗，会花更多医疗资源。那尤其像癌症这种呢，其实大家都要有一些定期筛检的习惯，才会早点发现。拖到最后来了，其实更花钱。肺癌呢的标靶药物呢，还有相关治疗是全国最花钱的。一个人呢，可能1年呢用标靶药物都花到100-200万，自费或健保。那其实呢，你一个健康检查呢，可能1-2千块就解决了。那其实呢，早点检查可以发现更多疾病。
所以刚刚医师讲到说，你有这个疾病或者是有不舒服就不要忍耐，一定要求救，一定要这个举手说我这边不舒服。可是像是有些人会有时候真的会觉得说不要大惊小怪，我只是感冒啊，感冒变严重而已啊。可是我们自己能不能够判断，我现在已经转到可能是肺炎了，怎么判断？对，一般感冒呢，我们会讲危险症状嘛。第一个就是会喘啊，会喘就是一定要来看。那咳嗽咳严重，咳出血来这也是一个危险症状。然后会觉得胸痛，这也要小心。所以会痛、会喘、咳血啊，然后都是一些危险症状，代表你这个感冒已经不太一样了，可能变成肺炎了，甚至更严重了，可能变大白肺了，然后重症了。然后家里人我们会鼓励民众，家里如果老人家或肺部不好的，要准备一个血氧侦测剂，血氧一夹，怎么今天只有90？这很危险的，要赶快来看。然后有的老人家很会跟啊，都免啦，我没串啦。我们现在很多阿伯都这样。对，血氧一夹90、88、80几，这都赶快送过来。常常有时候一送过来就进加护病房就插管了。所以老人家很容易都忍到这种最后一刻。对，老人家不喜欢看病。所以这也是65岁以上的长辈肺炎死亡率是一般正常人的5倍，成年人的5倍。的原因吗？是忍耐吗？因为我们的免疫力差，加上老人家的肺炎跟年轻人不太一样，我们老人家警报器失调了。OK， 年轻人如果一肺炎我咳得半死，然后发高烧，然后后来有发现老人家几乎10个9个不发烧。结果研究还发现不发烧那个还会特别严重，所以他警报系统失灵了，他的免疫系统已经失灵了，只剩下年轻的时候1/10了。OK， 烧不起来了，根本就不知道，不会烧了，突然就喘了，就来不及了。所以发现不烧的反而更严重。所以老人家如果通常肺炎，我们都警告说，老人家肺炎要怎样看他严不严重。第一个，看他意识、爱困啊、没精神啊，然后或者走路走一走突然摔倒。我们很多老人家肺炎是摔倒发现的，很多老人家在家里摔倒，一送来医院发现肺炎一大块，他走路突然没力气摔倒。第二个食欲变差，还一直不吃东西，这都是一些危险的肺炎症状。然后喘就已经比较末了，比较危险，都来不及了。所以老人家反而看精神更重要。一个老人家如果精神不好，肺炎都很危险。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老人家我们会比较呼吁他去打疫苗的原因。对，因为他们打的好处比较多。它副作用的也比较少，因为免疫力太差了，不太会出现那些免疫的副作用。是，所以它的好处已经大过它的坏处了，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就可以打疫苗了。对。好，那今天非常谢谢苏一峰医师来到我们的节目，下个礼拜5请持续收看《健康大前线》，谢谢你，谢谢大家，拜拜。